快车上的 Ocean Raft 海洋裂谷最近正在内测全新的 MR 模式，你可以把自己房间的四面墙和天花板替换成水族馆的视窗，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悠然自得地去探索一个生动的海底世界。比如，你可以足不出户的在自己家里看到海豚、鲨鱼、鲸鱼和水母等海底生物。Ocean Raft 的海洋裂谷其实早在19年就上架了快乐商店，在 VR 模式里 ，VR 玩家可以使用手柄控制视角在海底自由游动，而且对于青少年用户还能启动教育模式。可以为他们讲解关于海底生物的一些知识和信息。如果你想提前体验这个 MR 模式，可以点击开发者给出的测试链接，点击登录你的 Meta 账号，选择加入测试，那么游戏就会出现在你的应用库，并可以免费体验。我也会把链接留在评论区，不过我不确定这个名额是否已满，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登录尝试一下。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网络，我是老朋友翟老师。那我们一进到 Ocean Raft， 它默认进入这个 VR 模式，我们需要在滑行菜单这边找到这个 MR 模式，碰触它一下。进入 MR 模式之后，我们可以先按下 A 键打出菜单，这边有很多设置选项我们可以使用，比如说打开这个 Skylight， 就把我们的房间的天花板变成这个水族馆的一个窗口。接着我们再碰触一下这个 Draw Windows， 就可以自己去手动画我们的这个视窗。当然前提是需要你已经用快乐3自动扫描好了你的这个房间。那它是不会对这个视窗数量有限制的，不会说4面墙你就只能画4个视窗，你也可以1面墙画2个小的视窗。如果你自己家的这个家装比较讲究有审美的话，我相信你自己去画这个视窗的时候也会做得特别好看。那我现在就是随意的画3个视窗给大家做个演示。那画好这个视窗的位置之后，我们也可以去调整这个视窗的一个造型。比如说它现在是一个弧窗嘛，我碰触一下这个 Style 选项，它就会变成这个方正的一个矩形。我们再碰一下，它会变成这个椭圆形，像这个水底洞穴一样。我们再碰触一下，它就会变成这种炸窗的形式啊，这个有点像做监牢，我不太喜欢。我们再把它放回这个弧窗吧，我感觉这个弧窗它就好像扩充了我们现实房间的这个面积一样，因为它是向这个墙体的外边又延伸了一定的距离嘛，所以说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整个空间的延展性看上去更宽广一点。然后在滑行菜单这边，所有的蓝色选项都是你可以去观赏的一些水底动物，你可以碰触一下它，它就会进行一个切换。那不同的动物，它可能在海底的水深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色彩也是不一样的。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鲨鱼和这个白鲸，因为它是带有互动选项的。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鲨鱼出现在我后边的这个视窗，对不对？那它现在离我们很近。实际上我们任意朝向一个视窗，按下我们手柄的 B 键，鲨鱼这边就会掉下一个鸡腿。应该说不是鸡腿，反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腿吧，然后这个鲨鱼就会跑过来去吃这个大肉腿，那这样就会构成一个互动。其实你是可以朝向任意一面视窗的，比如说我现在朝向这边，摁一下这个 B 键，那鲨鱼它游过来的方向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现在就是正对面的朝着我们游来，虽然它没有做到这种让鲨鱼游出画面的这种感觉，但这种临场感还是依然具有压迫性的。然后这个白鲸也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个提示，就是让我们按下 B 键。我们现在按下 B 键就掉下一个圆圈，这个白鲸就会游过来钻过这个圆圈。那白鲸比鲨鱼更好的是，它这边一般会同时出现2条白鲸，而且白鲸的体型特别大，所以说在你进行观赏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壮观，尤其是它们靠近窗边的时候，这种呼之欲出的感觉就非常的棒。虽然这个应用里面渲染出来的模型还是偏卡通的，但是你自己真的亲身走进去看到这2条白鲸在你眼前游动的时候，还是觉得哦，蛮逼真的。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应用对于透视画面的一些参数调整，我们可以调整这个透视画面的色调，从黑白然后到这个彩色，还有这个水族馆的深蓝色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还有就是我们也能对这个透视画面的亮度进行一个调整了。这个选项虽然其他应用都没有应用到，其实也是蛮关键的。我们在苹果 Vision Pro 的演示片里面，当 Vision Pro 进行这个电影播放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透视画面的亮度给降低，模拟你手动去关闭了这个真实世界的灯光一样。这意味着
Quake 3其实也是有这个控制选项给到开发者的，但是很多开发者都没有利用起来。希望未来 Quake 3上面这些支持透视的播放器能够同时增加这个亮度调整，还有这个透视模式下的反射效果。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 Glow， 也就是调整这个视窗对外释出这个光亮的一个强度。你可以看到，现在我把它开到最大之后，它的四周都变成了这个深蓝色，仿佛这个光亮在绽放一样。那作为一个对比，我现在选择这个水母的观看选项，我点击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应用就自动把我们所有的环境的光亮全都给压了下来，就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海底场景。然后因为它这个水母嘛，它在海底的时候是会发光的，这样就能够突出它在画面里的一个效果。所以 OceanLoft 它的这个 MR 模式的设计概念是非常好的。现在最大的不足大概就是海底生物的种类不多，以及它们出现在这个视窗里面的整体的数量也比较少。希望在后续它能够提高这个整体的模型的建模的质量，让画质大大提高，同时增加这些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就会变得更为逼真。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融入 VR 交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具体的入群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